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如果您继续以这种方式生活，那么您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很可能会感到后悔。今天我想解说，明天也许会离开这个世界，在生命的最后一天微笑着离开世界的27个问题——名言疗法一书。这本书深入探讨了人生最后一天的各种情境以及可能会产生的遗憾。今天的内容如下：第一章，不要忘记死亡；第二章，消除让你后悔的人生限制；第三章，深入了解自己不想失去的事物；第四章，不要为怀旧的记忆而烦恼。首先，让我从第一章不要忘记死亡开始讲解。让我来问一下大家，您现在多少岁了？剩下的生命中还能看到多少次樱花呢？大多数人估计还没有数过吧。假设人的一生有80年，每年春天都能看到一次樱花。如果您现在30岁，那么你还能看到50次樱花。换句话说，您只有50次机会能看到樱花。50次听起来可能让您觉得未来并不遥远。您能意识到自己终有一天会面对死亡吗？这通常是别人经历的事情，正如马塞尔·杜尚在墓碑上刻下的那样。所以，死亡的总是别人。人们为什么总会认为自己不会死去呢？我们出生后注定会面对死亡，从出生的那一刻起，甚至此时此刻，我们每分每秒都在接近死亡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死亡持有消极的态度或害怕死亡。过去的武士们不惧怕死亡，他们不回避自己最终会死亡的事实，而是每天思考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生命。因此，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能够充满激情地活着，并以坦然的心态面对死亡。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终将死亡这一事实时，他会重新找回真正的自己，并绽放出自己的光彩。这意味着面对死亡可以成为完全燃烧生命的最佳方式。通过直面死亡，人会变得坚强和勇敢。让我们来谈谈一位修行僧和他的师父道元的故事。道元是镰仓时代曹洞宗的创始人，一位备受尊崇的佛教大师。佛教中有一个词叫佛性。根据词典解释，佛性是所有生物天生具备的成为佛的本质。在佛教的世界里，无论心中被多少烦恼所遮盖，人们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佛性。有一次，修行僧对这一说法产生了疑问：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拥有佛性，为什么有些人在社会中取得了成功，而有些人则没有呢？您认为这是为什么呢？修行僧向他的师父道元提出了这个问题。道元的回答是：成功的人努力，而失败的人不努力，这就是他们的差别。修行僧对此表示理解，但又提出了新的疑问：既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佛性，为什么有些人努力，而有些人不努力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道元的回答是这样的：那些努力的人有志向，而不努力的人缺乏志向，这就是他们的差别。那么，拥有佛性的人中，有志向的人和没有志向的人之间的差异是什么呢？当弟子再次询问时，道元回答说：有志向的人明白人终将一死，而没有志向的人不明白人终将一死的真正意义，这就是他们的差别。古罗马也有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。当一位将军从战场归来时，受到群众的欢呼和掌声。他会在游行时随身携带一个侍从，让侍从不断在他耳边低语一句话：不要忘记死亡。即使在胜利的巅峰时刻，这位将军也不会忘记自己在什么时候终将一死。他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过度自满，始终保持冷静和正确的判断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几乎没有什么是100%确定的。然而，我们可以确信的是，我们都会面对人生的终结。每天大约有15万人在世界各地去世。如果您现在30岁，那么在地球绕太阳转50圈的时间里，您的人生就会结束。如果您60岁，您还有大约20次看到樱花的机会。这就是现实，我们不能逃避这个现实。这种认知决定了您是否能够充分燃烧自己的人生。无论是批评他人，还是自己的提案被拒绝而感到沮丧，有时候拼尽全力去做这些无意义的事，
您是否真正理解生命的意义呢？你会为了什么而拼尽全力呢？你会去追求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，还是会做那些您其实并不想做的事情呢？为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无悔地微笑着离去，您肯定不希望选择那些您不想做的事，因为您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带走金钱、房子和任何私人财物，所以失去财产并非真正的不幸。真正的不幸是当死亡临近时，你会对自己的一生感到后悔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只有一个方法：认真面对死亡。死亡不是他人的事情，而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。尝试仔细想象自己的死亡，并关注您内心的声音。接下来是第2章，消除让你后悔的人生限制。在回顾90年的人生中，您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？这是一项针对美国90岁以上老人进行的调查。尽管人们的梦想和目标各不相同，似乎会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答案，但结果却令人惊讶。90%的人给出了相同的回答，他们希望自己能更大胆地冒险。在您的人生中，您是否能够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冒险呢？如果今天是您生命的最后一天，你会怎么说？我经历了许多冒险，没有遗憾。如果您继续目前的生活方式，5年后你会变成什么样？如果您的生活方式持续10年，会发生什么变化呢？时光如逝，剩余的人生中，您最年轻的时刻就是现在。如果您想采取行动，现在是最好的时机。让我分享纳丁·斯特尔的一段诗：如果我能重新过一次人生，我会选择更多失败，并以更轻松的态度生活，更加灵活。如果我能重生，我会做更多愚蠢的事情。与其担忧未来，我更想活在当下。我会更多的跳舞，更多的骑旋转木马，更多的采摘雏菊。我会更加生动地活在每一个瞬间。这是纳丁·斯特尔，一位普通的美国乡村老太太，在85岁即将去世的时候写下的如果我能重新过一次人生的诗。她后悔没有做更多愚蠢的事情，这可能是因为她过去不允许自己这样做。直到她回顾自己的人生，她说自己应该更多的去跳舞，这可能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应该享受这些乐趣。她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，但总觉得不合适或不是时候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她可能在生活中有所保留和忍耐。这些想法和限制让她远离自由生活。您可能也有一些类似的限制，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。接下来我会向您展示一些句子，请以温柔的语气对自己说：如果不能大声朗读，至少默念，与众不同也没关系，即使被别人嘲笑也没关系，更诚实的面对自己，按照自己的本心生活也没关系，不必和所有人保持友好关系也没关系，对自己喜欢的人说我喜欢你也没关系，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没关系，展露自己脆弱的一面也没关系，寻求他人的帮助也没关系，变得更加富有也没关系，尽情享受生活也没关系，感受到幸福也没关系，爱自己并更加相信自己也没关系，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也没关系。读完这些句子后，您的内心接受这些话吗？如果在读与众不同也没关系时，您感到任何阻碍，这可能意味着您在无意识中给自己设定了不应该与众不同的限制。从今天开始，每晚睡前，请轻轻地对自己重复3遍那些让你感到不舒服的句子。您可以更加自由和真诚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。有些人因受伤被医生告知再也无法参加竞技体育，但他们奇迹般的康复，并在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。有些人被诊断患有绝症，生命只剩下有限的时间，但通过彻底改变生活方式，全身心投入康复，奇迹般的重获健康。还有些人成绩不佳，被父母认为无法继续升学，但通过努力最终考上了名校。世上有许多人创造了这样的奇迹。限制是您自己给自己设定的，束缚您的限制存在于您的内心，解除限制是您自己的选择，这并不困难。据说人们在回顾人生时，通常会对没有做的事情
感到更大的遗憾。想一想，在临终前，你会后悔什么？这是否是因为您给自己设定了什么限制？请花点时间思考这个问题。接下来是第3章，深入了解自己不想失去的事物。家人、朋友、写作工作，到现在为止著作的书，宫下桂玉先生设计的服装，这是作者提到的他最不愿意失去的5样东西。我相信你也有5样您不愿意失去的东西，请思考一下这些东西。如果现在想不出来，可以在看完这个视频后再思考。你想到了5样东西吗？即便您目前只能想到3个您不愿意失去的东西，这也没关系。当您明确这些珍贵之物时，请仔细听我说，在您生命的终点，您将失去这些。在您去世的那一天，您将失去所有这些东西，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现实。让我与大家分享作者和朋友一起访问日本岩手县山田町的经历。山田町因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而导致整个镇子被冲毁。作者与当地居民的交流令他深受感动。我希望大家能了解这个故事。作者在参加当地的一次聚餐上，最开始见到了一位渔夫。渔夫准备了大量新鲜的牡蛎和海虹。作者惊讶于丰盛的食物。渔夫微笑着对作者说：“请尽情享用吧。在这里，伙伴们的家都被冲走了，工作也没了。尽管经历了许多困境，他仍然保持微笑。”在宴会上，作者与不同职业和年龄的人交流，包括渔夫、鱼贩、超市经营者和餐厅厨师等。尽管他们失去了家园和工作，但仍然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。作者问渔夫：“你们是如何如此迅速地恢复过来的呢？”在这一瞬间，渔夫的笑容稍微停顿了一下，然后他回答说：“您认为我们已经恢复了吗？我们只能继续前行。悲伤和沮丧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。”在这次地震引发的海啸中，渔夫不仅失去了家园和工作，还失去了他的兄弟。一起参加聚餐的当地其他人也纷纷说：“哭泣解决不了问题，所以我们选择微笑前行。我们不恨大海，反而意识到大海给了我们很多恩惠。现在我们能继续工作，心中只有感激之情。”在严寒中失去家人、家园和工作的人们，尽管是假装微笑，但他们仍然选择继续前行。他们回顾过去，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多么幸运，并对能继续工作充满感激。这让作者深刻感受到人类内心蕴藏着巨大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也存在于您的内心。你会在没有发挥自己巨大的潜力的情况下迎来生命的终点吗？我们每个人最终都会离开这个世界，所有在生命中得到的一切都会被放手。您的离去之日终会到来，无论您今天得到的，还是明天得到的，终将会失去。有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因失去心爱的物品而感到震惊和失落，但那其实是注定会失去的东西。如果您能理解这一点，那么您就不会太过失落。这让我们明白，人生并不是关于得到什么。我没有亲自去过山田町，也没有见过那里的居民，但通过这些言语，我深受感动。在生命的终点到来之前，像他们那样尽情生活，这不是人生的意义吗？让我分享更多来自山田町居民的语录。能够为自己的事而烦恼是幸福的。发现自己觉得无趣，是因为做着无趣的事。失去一切后，我意识到自己不需要任何东西，不是因为精力充沛才努力，而是因为努力才会精力充沛。接下来是第4章，不要为怀旧的记忆而烦恼。您现在有任何烦恼吗？完全没有烦恼、无压力的人很少见。请思考一下，您现在的烦恼，即使在生命的尽头，也会那么重要和严肃吗？如果您一夜之间欠下了1亿日元的债务，被卷入了诉讼，甚至生命受到威胁，您能保持冷静吗？这种无法想象的惨烈情境会让人发狂。然而，历史上有一位在最糟糕境地中仍然享受人生的人，他就是日本幕末时期的革命者坂本龙马。当时他32岁，龙马创立了一家贸易公司海援队，准备大展宏图。
然而，他们的第一艘船在出航时就遭遇了事故，海员队的船与济州和歌山藩的船相撞并沉没了。幸运的是，海员队的成员被别的船救起，得以幸存，但他们瞬间失去了宝贵的贸易船。龙马一行前往江户幕府德川御三家天下的济州藩，要求对方承担责任。然而，他们这些没有背景的武士，怎么可能对抗强大的济州藩呢？当大家都认为他们只能忍气吞声时，但龙马没有妥协。为了追讨赔偿，龙马采取了另一种策略。他创作了一首歌，目的是引起公众对这起事件的关注。歌词的大致内容是：他们的船被撞沉，但拿不到补偿的钱。龙马的策略奏效了，他让人们在街头唱这首歌，吸引了很多关注，让济州藩难以逃避责任。他甚至引用了国际法来确保审判的公正性。在谈判桌上，龙马的同伴不断责备他：“龙马，您在干什么？快行动啊！”济州藩的成员看到龙马受到同伴的责备，心中不由得产生不安。龙马的同伴如此强势，如果激怒了他们，后果可能难以预料。这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，但这也是龙马的策略之一。他让随行的海员队成员故意佩戴刀剑，并在谈判中对他进行强烈的责难，营造出紧张的氛围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吓唬对方，让他们感到不安。1个月后，事件终于得到了解决。海员队从济州藩获得了巨额赔偿金，共计83526两198文，这相当于如今的数亿日元。实际上，为了从济州藩那里获取更多的赔偿金，龙马还采取了另一项策略。他声称他们沉没的船上装载了400支米涅步枪，但这完全是虚张声势，至今仍没有找到任何一支米涅步枪。在自己的船沉没、急需赔偿金的情况下，龙马面对的是强大的济州藩。在这种危急时刻，他选择创作歌曲，引起公众关注，并在法庭上演大戏，甚至不惜使用虚张声势的手段。龙马在这场危机中表现得从容自如，这或许体现了他对人生的轻松态度。然而，这正是他取得巨大胜利的关键。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坦然，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终有一天会死去。龙马在12岁时失去了母亲，8年后又失去了父亲。他从小就对死亡有着深刻的理解。让我们来看看龙马生前留下的一句话：无论做什么，都要全力以赴，不论结果如何，人最终都会走向死亡。既然如此，就全力以赴去做吧。记住，您终将会死，这会让您想起自己的初心。当您怀着初心和积极的心态去生活时，人生将变得与众不同。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，过于严肃的面对就会输。反之，危机则是新的冒险机会。因为从生命的最后一刻来看，所有的经历都将成为珍贵的回忆。您现在的烦恼，将来可能会变成难忘的记忆。或许这样想的话，您的烦恼会减轻一些。如果您再一次感到忧心，不妨回忆一下今天关于龙马的故事，点燃您内心的火焰，全力以赴追求您的人生。毕竟生命只有一次，最终一切都归于尘土。至此，我已经分为4部分讲述了一些故事，这些人都表现出他们在面对自己必然到来的死亡时，是如何坚强勇敢地生活的。著名的诗人纳丁·斯特尔在写下著名诗篇时，也意识到了自己临近死亡的事实。山田町的人们在经历失去珍贵的东西后，直面自己的内心，并继续坚强地生活下去。我们都知道自己最终会迎来生命的终点，这种认知让我们在生命燃尽之前勇敢地全力以赴。每个人都拥有超乎自己想象的力量和无限的潜力，要充分发挥这些潜力，无悔地活出自己的人生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
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